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踏上一段新的探索之旅，进入佛教与禅宗的世界。从之前探讨老子和庄子的道法自然与顺其自然，以及在更早之前我们探讨的日本的侘寂美学开始，我们的对话就一直围绕着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平静与智慧。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佛教，尤其是禅宗。禅宗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尤其是在我们亚洲的地区。它是在大乘佛教开始在中国进入以后才开始的一个特殊的分支。这个既深奥又简单的智慧是如何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另一条通往内心和谐的道路的。首先，我们简单的来讨论一下佛教的起源与它基础的哲学。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由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后来他也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其实是一段追寻真理、拯救众生的历程。悉达多出生于迦毗罗卫城的一个王宫中，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国王，竭力保护他不受世间痛苦的干扰，让他可以生活在一个充满奢华与安逸的环境中。但在年轻的时候，悉达多就目睹了生老病死所带来的痛苦，感受到无论地位多高，人都无法逃避生命的苦难。因此他决定抛弃王子的身份，离开家庭，寻找解脱痛苦的方法。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从一个王子到一位求道者，这样的转变就意味着放弃世间的安逸与享乐，踏上一条孤独修行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曾经学习过多位名师的瑜伽和苦行修行，但这些都未能带给他真正的解脱。最后他选择了一条中道，放弃极端的苦行方式，经过长时间的冥想，他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达到彻底的觉悟。这个过程让他成为佛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觉者。他看透了生命的本质，找到了解脱痛苦的方法。佛陀在悟道以后，首先讲述的教义便是四圣谛，这是佛教的核心基础哲学之一。第一谛，苦谛，认为人生是充满苦的，这些苦不仅包括生老病死等身体上的痛苦，还包括情感上的烦恼与焦虑。佛陀认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追求快乐，生命本身不可避免的都包含着苦的成分。第二谛，集谛，苦的根源来自于欲望与执着，这些欲望包括对一些物质、情感、名誉、地位等的执着，这些渴求也让人们陷入无止境的追逐中。这些追逐无法真正满足内心，反而带来更多的痛苦。第三谛，灭谛，解脱痛苦的方法是消除这些欲望，达到一种涅槃的状态。涅槃代表一种彻底摆脱苦恼、内心完全平和的境界，这是一种无执着、无欲的终极自由。第四谛，道谛，如何达到涅槃？佛陀提出了8正道作为解脱之路，这8种修行方式教导我们如何修正自己的行为和心态，以达到内心的平和。那在这个8正道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生活的指南，它涵盖了思想、道德行为以及心灵修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也简单的讲一讲。第1道称为正见，也就是所谓的理解四圣谛。
它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理解生命的本质，认识到痛苦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讲的是正思维，也就是所谓我们应该要去除贪欲和恶念，我们应该要试图保持纯正的意图，不被负面的情绪所左右。第三个，正语，不妄语，不恶语，说话真诚，不应该伤害他人，也应该要尽量避免争端。第四个，讲到正业，也就是我们不应杀生，不应偷盗，讲到我们生而为人应该行为正直，遵守道德，做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的事。第五个，正命，我们应当从事正当的职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选择正当的生活方式，不去伤害他人或环境。第六个，正精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努力去除不良的习惯，持续的培养善行，努力改变自己的坏习惯。第七个，正念，就是培养当下的觉知，让我们可以保持对自己的身体、感受、思想和外界的敏锐观察，做到不批判的觉察每一刻。最后一个，镇定，就是我们的冥想专注，通过冥想来达到内心的平静，最终实现智慧的觉醒。而禅宗呢，作为佛教的一个分支，特别强调直接的内心体悟，不依赖经文和外在仪式。禅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达摩祖师，他在公元6世纪时传入中国。传说中，达摩面壁9年，最终悟道，并将这种直指人心的修行方式传给中国弟子。禅宗的精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里所提到的不立文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因为它不是说禅宗完全的否定经文，而是强调悟道不应该仅仅依赖语言和文字，而是要通过个人的修行来直观的体验。像我们现代人就常常陷入对知识的追求当中，试图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禅宗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就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传达的，只能通过自己的体验来理解。那另外一个提到的直指人心的修行方式呢，这其实就是禅宗的另一个非常独特之处。它的直指人心这种修行方式是不依赖于文字和经书的解读，而是通过直接体验和当下的觉悟来达到悟道。这种觉悟并非依靠书本知识或理论，而是通过直接的体验，超越理性分析的束缚来达到的。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正念 mindfulness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正念强调的是对当下的全然觉知，并且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经验，都应该无所执着地接纳它们。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里面，一位禅师就要求他的弟子去寻找自我的本质。那弟子就寻找了很久，苦苦的思考，他依然找不到，所以他就回来告诉禅师说，我找不到自己。那禅师就笑着回他说，那么这就是真正的你。这个故事就强调了无我的一种概念，即真实的自我是超越个人所能言说和描绘的，它无法被具体描述，只有在放下寻找与执着时，才能真正体验到自我。那禅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核心，活在当下。禅宗特别强调活在当下的概念，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尤为重要。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计划和焦虑，为了未来而工作，为了过去而懊悔。然而，禅宗提醒我们，生命的唯一实相
就是当下的每一刻。比如在禅宗的修行当中，冥想 Zaze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通过专注于当下的呼吸，感受自己的身体，禅修者就可以脱离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回到当下这一刻。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完全融入了这一刻，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与广大，而不再受到外界纷扰的影响。那我自己呢，也是非常喜欢冥想的。像我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花10到15分钟进行正念冥想。我们现今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冥想技巧，其实也融入了很多其他的理论体系或者文化，比如一些其他的西方神秘学啊、心理学啊，甚至是生理学，在我们去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和放松肌肉的这些层面。我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感到极度的焦虑的时候，会试图停下来尝试一些简单的冥想练习，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让每一口气进入身体，然后离开。慢慢的，我的心也可以随之安静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种内心的净化，这也是禅宗所提倡的。学会放下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专注于当下。那佛教的这些基础哲学也不仅仅是古代印度的宗教思想，更在现代社会中提供了许多应用和启示。比如说正念，如今被现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广泛接受，成为正念疗法，也就是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的一部分，帮助人们减少压力和焦虑。通过正念的练习，我们学会了如何活在当下，不再为过去的后悔或对未来的焦虑所困扰。另外，佛教对物质欲望的省思也激发了现代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佛教强调知足与简单生活，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脱离现在的一些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消费主义的影响，寻找到更加真实和有意义的生活。另外，禅宗在现代社会也有非常多的实际应用，比如说在现在这个信息过载、生活节奏紧凑的时代，禅宗的智慧对我们而言就显得尤为珍贵。比如心流 flow 这个概念，其实和禅宗的专注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们全神贯注在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这是一种高度专注且充满创造力的心理状态。而禅宗的修行也 kind of 是想要教导我们如何去培养这种专注力，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验生活的每一刻。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你在洗碗的时候，你有没有试着可以专注于手中的水流，它通过肥皂划过盘子的触感，完全的融入这个过程？或者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举起筷子的一个动作，把食物放入嘴中的一个动作，细细咀嚼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更慢下来，细细的品味和专注。这其实就是一种禅的修行。当你能够在这样简单的事情当中找到乐趣的时候，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初步探索了佛教的起源以及禅宗的哲学智慧。禅宗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繁复的经文和理论，而是在于我们如何直面当下，找到属于自己心里的那份宁静。那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对禅宗有一些新的体悟，并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实际的应用。感谢你的聆听，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禅宗和佛教的其他智慧，如何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内心的觉醒。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并且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的看法，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内容，我很乐意在未来可以和大家更多的分享我对这些话题的见解。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